俗话说，世事洞明皆学问。众所周知，毛泽东喜欢读《水浒传》。学生时代，他和几个同学中秋赏月，边吃着零食边聊天。大家对人生前途各抒己见，有的想从政，有的想办实业，有的想从事教育事业。毛泽东对他们的人生规划一一否定。于是同学们问他有何高见，毛泽东答：做梁山好汉。大家轰然大笑。毛泽东喜欢《水浒传》，他甚至在1920年去梁山考察了一次。你可以不屑于毛泽东的手段，但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社会学家，对中国的社会了如指掌，对如何和各种人打交道洞若观火。今天我们就聊聊让毛泽东反复提及的小说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传》中，梁山山头林立，既有梁山的原班人马，又有二龙山、桃花山、白虎山、少华山各个山头人马。众山头汇集梁山，只是形势所迫，为了生存的选择。看似齐聚一堂，兵强马壮，实则各怀鬼胎。即便是梁山原班人马，也是派系林立。要组织好这么多人，并非易事。好汉们曾经多次排座位，这是对权力的分配。只有权力分配合理了，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好汉们的积极性。他们在替天行道之前，最后排了一次座次，确立了每个人的权利。不管黑道白道，如何往上爬，靠的绝不是个人能力，更不是人品。梁山最高领导曾为4人：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和公孙胜。宋江不过是一个地方小吏，以仗义疏财名闻江湖，在正规军的队伍中不入流，但他成为一把手，并非偶然。很多人说他武艺不如人，计谋不如人，但他上梁山不是被逼，而是带着自己一班人马加盟梁山，成为梁山的初创者。和那些犯事躲到梁山上来的落单好汉完全不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有驾驭群雄的能力和手腕，有很强的整合资源能力。吴用是个教书匠，遇到宋江后，成为宋江的心腹，为宋江出谋划策，夺取权力。卢俊义对公司的运作有丰富的经验，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才，同时也是宋江时刻提防的人。公孙胜法力无边，但对权力的斗争也无可奈何，因为资格老、功劳高，并且不贪恋权力，而被放在第4的位置，用来平衡高层权力。这4位哪一个也和忠义不靠边，人品更是无从谈起。要在高层混，要么当一把手如宋江，要么给一把手创造价值如吴用、卢俊义，要么清心寡欲如公孙胜。除此以外，没有其他的路可走，除非你能取代一把手。紧随其后的是五虎将关胜、林冲、呼延灼、秦明、董平，他们是军事战略的坚定执行者，对梁山忠诚，听梁山指挥，能打胜仗。鲁智深、武松、林冲等人虽然是小说重点刻画的人物，但他们的排名却并不靠前。并非他们个人能力不够，有人说他们没有管理经验，没有谁天生有管理经验，都是后天培养的，只要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上，也能干出成绩。还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朝廷背景，这话说对了一半，既然已经造反了，朝廷背景只能是个减分项，而那些投靠梁山的官员却得到重用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为投降做准备。如果看清了这一点，大家并非一路人，早做准备，结局或许并不一样。梁山公司的最高决策层走的是坚定不移的招安路线，100年不动摇。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组织利用好汉对抗朝廷，促使朝廷招安，然后他们好当官。鲁智深、武松虽然早期做过提辖、都头，但都是最基层的小公务员，替领导卖命还被领导出卖，深深体会了体制内的黑暗，导致他们对官府失去了信任，对招安后受人管制有强烈的不安。他们是坚定的、明确的反招安。鲁智深与武松没进入政治核心，其根本原因就是路线问题，和领导不是一条心的人，能力再大也不可能获得重用。最高层虽然决定招安了，但早了做不成，晚了也做不成，只有时机成熟才可能。
排完座次后，梁山表面上是最兴盛的时期。此时他们本有两个选择，一是替天行道取而代之，二是招安。前者看似风险大，后者看似最稳妥。在路线选择上，底层没有任何发言权，只有跟着走。成功了，不必高兴，那只是你运气好；失败了，不必悲伤，那只是你运气差。即便如此，你也有第二种选择，退出游戏。梁山好汉中途退出者不在少数。招安后，梁山奉命征田虎、讨王庆、讨方腊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朝廷在利用梁山，一箭双雕，既可以打击外寇，又可以削弱梁山。朝廷利用宋江，宋江为什么甘愿被利用呢？征讨方腊后，梁山人马损失2/3，跟随宋江回东京的12名主将，无一人是梁山以外山头的人，那些非嫡系成为了牺牲品。原来朝廷可以利用宋江，宋江也可以利用朝廷铲除自己的敌人，顺便交个投名状。这就是现实的世界。梁山好汉大部分人来自社会底层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，有开过饭店的朱富，设过赌场的石勇，干过刽子手的蔡庆、蔡福等人。对领导来说，有管理经验的人才是人才。比如阮氏兄弟凭借着自身开过鱼档、当过小老板的经历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中间的席位。再如清风寨创始人锦毛虎燕顺、饮马川大哥铁面孔目裴宣、黄门山大哥魔云金翅欧鹏、芒砀山大哥混世魔王樊瑞，也都凭借着自己曾经的资历排位靠前。没有管理领导经验的人，如何给自己加分呢？必须有过硬的个人技能。长跑冠军戴宗、神医安道全、玉臂将金大坚、轰天雷凌震、神算子蒋敬、通臂猿侯健、金钱豹汤龙、谢珍谢宝等，他们在战场上并没有特殊的表现，但凭借自己的绝活，成为了技术型人才，也能获得相对不错的座次。如果既没有管理能力，个人能力又不出众，那么与领导宋江的亲疏关系则决定着你的命运。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李逵，杀起人来敌我不分，并且贪财好赌，宋江也没把他怎么样。他在梁山之所以能混得风生水起，与宋江的关系是最大的因素。很多人认为对领导忠心就是和领导关系好，其实这是两回事。当水平相差不大时，和宋江关系的亲疏就决定了排名的先后。花荣、朱仝都是宋江的多年旧交，孔明、孔亮是宋江的徒弟，他们排名靠前。而聪明能干的燕青，因为是卢俊义的忠仆，只能排在天罡星的末位。低头拉车，抬头看路，哪里都有规则，哪里都有潜规则。在中国要想做出成绩，你可以不屑于用潜规则，但你不可以不懂潜规则。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，不正是没有认清现实吗？好了，本期关于《水浒传》的潜规则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各位观看历史的回响。